歡迎嚟到懸疑檔案。上個世紀80年代，美國北卡嘅 Alamance County 住一個普通嘅家庭主婦 Blanche。佢嘅生活平凡，似乎冇乜嘢特別之處。不過佢就不斷被厄運纏身，佢身邊嘅人都陸續因病過身。然而呢啲悲劇嘅背後，就隱藏住一個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嘅秘密。直到多年以後，警方先至成功揭開咗背後嘅真相。Blanche 生於1933年2月17號，喺7個兄弟姊妹當中排行第5。佢嘅爸爸 Parker 係一位牧師，而媽媽 Flonnie 就係一位磨坊工人。雖然 Parker 每日嘅工作就係拎住聖經講道，但係佢嘅私生活就非常醜惡。佢長期酗酒、沉迷賭博，仲拎住妻子嘅人工四周圍花天酒地。每次飲醉或者係輸錢嘅時候，佢就會攞妻子同埋啲仔女嚟出氣。喺 Blanche 9歲嗰年， Parker 因為冇錢還賭債，所以就逼佢出去接客賺錢還債。Blanche 嘅成個童年都被困喺呢個恐怖嘅循環入邊。佢嘗試同媽媽求救，但係媽媽就選擇袖手旁觀，並冇出手干預。青少年時期， Blanche 意外發現爸爸喺出邊仲有另外一頭家，仲同呢個女人誕下咗4個仔女。更加令佢難以接受嘅係，原來媽媽一直都係知情噶，但係佢就選擇咗隻眼開隻眼閉。為咗逃離呢個帶俾佢無限痛苦嘅家， Blanche 喺成年之後就搬咗出去。1952年，19歲嘅 Blanche 就同第一任丈夫 James 結咗婚，並誕下咗2個女。James 係一位退役士兵，而家從事修復家私嘅工作。而 Blanche 就喺當地嘅超市度揾到咗一份收銀員嘅工作。Blanche 經常笑臉迎人，佢擅長交際，所以好受顧客嘅歡迎。但係佢就有一個唔好嘅習慣，無論大家同佢傾啲乜嘢，佢都會喺話題度加入一啲黃色嘅內容。結婚冇幾耐之後，丈夫 James 就開始步上咗外父嘅後塵。佢終日酗酒，沉迷賭博，脾氣亦都變得越嚟越暴躁。佢經常毫無理由咁消失幾個禮拜，出現問妻子攞錢還賭債之後，又會再度消失。1956年，爸爸 Parker 離開咗 Flonnie， 搬出去同自己嘅第2頭家生活。雖然 Flonnie 知道佢已經冇辦法挽回呢段婚姻，但係佢都係喺3年之後先至同 Parker 提出離婚申請。1959年， Blanche 憑住出色嘅工作表現，被超市晉升為收銀經理。呢個亦都係當時超市女員工可以達到嘅最高職位。公司非常睇重 Blanche， 仲破例俾佢用公司車。呢個時候，真相嘅謠言四起，有人話 Blanche 為咗上位而同上司亂搞男女關係，仲有人話 Blanche 同超市嘅多名顧客有路。呢啲謠言好快就傳到咗丈夫 James 嘅耳邊，佢經常因為戴綠帽嘅事而同 Blanche 嗌交。有一次， James 仲直接嚟到超市，當住所有人嘅面大聲責問 Blanche 係咪同顧客有路，搞到 Blanche 無地自容，顏面掃地。雖然大家都冇辦法確定呢啲謠言嘅真假，但係 Blanche 的確喺1962年出咗軌。佢嘅出軌對象係當時27歲嘅超市副經理 Raymond。Raymond 已經結婚，仲係2個仔嘅爸爸。Blanche 毫不掩飾自己對 Raymond 嘅興趣。佢主動同 Raymond 調情，仲經常投懷送抱。經過咗3年嘅猛烈攻勢之後， Raymond 最終都係冇辦法守住自己嘅底線，而同 Blanche 發展咗地下情。1966年，62歲嘅 Parker 患咗重病。Blanche 收到消息之後，決定返到爸爸嘅身邊，同佢修復關係，陪佢度過最後嘅時光。Blanche 扮演咗看護嘅角色，寸步不離咁陪喺爸爸嘅身邊，定時為佢食飯飲藥。喺 Blanche 嘅悉心照顧之下， Parker 嘅病情唔單止冇好轉，反而仲急轉直下。佢開始出現咗嚴重嘅胃痙攣，仲有腹瀉同嘔吐嘅症狀。幾個禮拜之後， Parker 就因為心臟病發而過咗身。巧合嘅係 Blanche 嘅丈夫 James 亦都喺呢個時候突然心臟病發。好彩嘅係，佢及時得到適當嘅治療，所以喺鬼門關度行咗出嚟。
呢一次嘅經歷令 James 決定改過自新，佢成功戒賭戒酒，並定時去到教堂做禮拜。另外，佢亦都決定回歸家庭，花時間陪伴兩個女，並喺空餘嘅時間去到教堂度做義工。一切睇起嚟都喺度往美好嘅方向發展。然而 James 嘅媽媽 Ila 就突然之間病咗。呢個時候，不嬲都同奶奶冇乜嘢交流嘅 Blanche 又再次自願扮演咗看護嘅角色，照顧奶奶嘅起居飲食。遺憾嘅係 Ila 喺幾個禮拜之後亦都不敵病魔離開咗人世。1973年 Blanche 嘅情夫 Raymond 同妻子離咗婚。同年9月，丈夫 James 就患上咗怪病。一開始佢只係出現咗類似流感嘅症狀，但係佢嘅病情就惡化得好快。佢嘅頭髮迅速脫落，四肢都生滿咗水泡，而嚴重嘅腹痛亦都導致佢連飯都食唔落。由於 Blanche 喺照顧臨終病人方面有住豐富嘅經驗，佢明白痛苦嘅 James 目前最需要啲乜嘢，所以佢就精心製作咗一支雪糕，為 James 食咗落去。幾個鐘頭之後，45歲嘅 James 就與世長辭，死因亦都係心臟病發。喺 James 過身冇幾耐之後， Blanche 就公開咗同 Raymond 嘅關係。1980年 Raymond 被公司調到另一個城市度做經理。喺聚少離多嘅情況之下， Blanche 好快就對 Raymond 失去咗興趣，並踏上咗超市嘅新任經理。雖然係咁，但係 Blanche 都係唔想失去 Raymond 呢個提款機，所以並冇同佢提出分手。1985年嘅復活節， Blanche 同一位親戚去到咗郊外嘅一間教堂度做禮拜。Blanche 好快就睇上咗教堂嘅牧師 Dwight 已經離婚，有2個仔女，喺社區度好受歡迎。禮拜結束之後， Blanche 就同 Dwight 介紹咗自己，並令 Dwight 留下咗深刻嘅印象。之後 Blanche 頻繁去到教堂度探望 Dwight， 仲經常約出嚟食飯。Dwight 亦都會經常打電話俾 Blanche， 有時仲會將情書放喺 Blanche 嘅屋企門口。1985年10月 Blanche 辭咗職，原因係公司嘅區域經理 Robert 經常以傾公事為理由叫佢入房，然後就乘機非禮佢。辭職之後 Blanche 就對 Robert 提出咗訴訟，並要求1380萬美元嘅賠償金。而男朋友 Raymond 就以行動嚟到支持佢，並幫佢支付咗所有嘅律師費。根據 Blanche 嘅講法， Robert 經常對佢同埋其他女員工講出性騷擾嘅言論，仲多次揭開佢條裙嚟到非禮佢。Blanche 嘅心理醫生喺報告上指出，長期嘅性騷擾已經喺 Blanche 嘅心入邊留低咗不可磨滅嘅陰影，佢變得非常抑鬱，仲有自殺嘅傾向。另外，佢亦都對男人產生咗恐懼感，並冇辦法同佢哋有任何親密嘅接觸。先唔談論呢份報告嘅準確性有幾高，為咗贏官司， Blanche 都係盡量避免同牧師 Dwight 喺公開嘅場合有親密嘅接觸，防止其他人發現佢哋嘅戀情。1985年除夕 Blanche 煮咗一煲薯仔湯，同 Raymond 一齊慶祝新年。第二日早晨，Raymond 就出現咗類似食物中毒嘅症狀。幾日之後 Raymond 嘅狀況開始好轉，但係好快又再次惡化。反反复复嘅病情令 Raymond 斷斷續續咁請咗合共1個月嘅病假。同年4月 Raymond 進入咗急症室，當時醫生診斷 Raymond 生瀉，需要住院接受治療。當時依然周旋喺2個男人身邊嘅 Blanche 知道咗呢個消息之後，即刻就決定要返到 Raymond 嘅身邊照顧佢。Blanche 喺呢方面有住豐富嘅經驗，而 Raymond 喺呢個時候亦都的確需要佢嘅照顧。Dwight 表示理解，佢仲幫 Raymond 祈禱，希望佢早日康復。1個月之後 Raymond 嘅情況急轉直下，佢嚴重脫水，皮膚亦都出現咗大量嘅紅疹。血液檢測顯示佢嘅骨髓有損傷，血細胞亦都出現咗異常。另外，佢仲出現咗氣促、心跳加快、手腳麻痹同埋感染等症狀。不過，醫生好有信心可以醫好 Raymond。5日之後 Raymond 嘅情況亦都確實出現咗好轉。隨住 Raymond 嘅胃口變好， Blanche 亦都精心準備咗愛心飯盒俾佢食。正當醫生認為
Raymond 好快就會康復嘅時候，Raymond 嘅情況又開始迅速惡化。除咗腹瀉嘔吐之外，佢仲出現咗下肢腫脹、貧血、白血球減少同埋腎衰竭等嚴重嘅症狀。最後，醫生診斷 Raymond 患上咗格林巴利症候群 （GBS）。呢個係一種罕見嘅急性周邊神經病變，免疫系統會攻擊周邊嘅神經，造成四肢麻痹無力。嚴重嘅話，仲會導致心律不正、呼吸困難，甚至死亡。GBS 喺發病早期好難被診斷出嚟，所以醫生先至一直冇辦法對症下藥。經過治療之後， Raymond 嘅情況逐漸好轉。與此同時， Blanche 依然寸步不離咁陪喺 Raymond 嘅身邊，為佢食自己精心準備嘅愛心飯盒。然而，歷史總係驚人地相似， Raymond 嘅情況又再次惡化，佢冇辦法自主呼吸，只能夠用岌頭同埋握拳嘅方式嚟到同其他人交流。呢個時候， Blanche 捉住機會揾嚟咗律師，喺醫院度幫 Raymond 草擬咗一份遺囑，將財產分成3份，由2個仔同埋 Blanche 平分，並俾 Blanche 做遺囑執行人。Raymond 過目之後，用岌頭同埋握拳嘅方式同意咗遺囑嘅內容。幾日之後，50歲嘅 Raymond 就因為 GBS 嘅併發症而過身。由於 Raymond 生前已經承受咗太多嘅痛苦，所以 Blanche 喊住咁拒絕咗醫生要求驗屍嘅建議。冇幾耐之後， Blanche 之前嘅訴訟亦都有咗結果，最終佢成功獲得咗275000美元嘅賠償金。跟住佢就公開咗同牧師 Dwight 嘅戀情。1987年 Blanche 患上咗乳癌，化療嘅副作用導致佢嘅頭髮同指甲脫落，下肢神經亦都受損，需要依靠拐杖嚟到行走。不過 Dwight 依然對佢不離不棄，為咗表明心跡，佢仲買咗戒指同 Blanche 求婚。Blanche 亦都開心咁應承咗。訂婚之後， Dwight 先至向 Blanche 坦誠自己之前係因為出軌，所以先至會同前妻離婚。Blanche 聽咗之後，即刻感到晴天霹靂。佢一直以為 Dwight 係一個絕世好男人，萬萬估唔到自己都係睇漏咗眼。之後佢同一個朋友訴苦，並表示自己唔確定係咪應該繼續同 Dwight 行落去。經過朋友嘅開解之後， Blanche 都係決定俾 Dwight 一個機會。不幸嘅係 Dwight 就喺婚禮之前病咗，佢感到作嘔作悶，仲有嚴重嘅腹痛，成個人非常虛弱。佢仲因為咁而進行咗2次嘅手術治療。無奈之下，佢哋唯有將婚禮延期。1989年4月，康復之後嘅 Dwight 就同 Blanche 結咗婚，並去到咗 New Jersey 度蜜月。返到北卡之後， Dwight 喺佢哋嘅新居後院用除草劑除草，過程中 Blanche 買咗一份雞肉三文治俾丈夫醫肚。當晚 Dwight 就出現咗類似腸胃炎嘅症狀。幾日之後 Dwight 嘅情況開始惡化，所以 Blanche 就即刻將佢送到咗急症室。經過治療之後， Dwight 嘅病情開始好轉，胃口亦都慢慢變好。呢段時間 Blanche 一直寸步不離咁陪喺丈夫嘅身邊，每日都會準備愛心飯盒俾佢食。冇幾耐之後， Dwight 嘅病情又開始急轉直下，佢嘅心臟、肝臟同埋腎臟開始衰竭，並被送入咗 ICU。由於 Dwight 喺發病之前曾經使用過除草劑，醫生懷疑 Dwight 可能係除草劑中毒，所以就幫佢進行咗毒理檢測。報告顯示 Dwight 嘅體內含有比致命劑量高出20倍嘅新毒，但係 Dwight 所用嘅除草劑並不含砷，亦即係話 Dwight 應該係俾人惡意投毒噶。於是警方即刻揾嚟咗 Blanche 問話。Blanche 否認自己向丈夫投毒，並表示 Dwight 最近嘅情緒低落，仲陷入咗抑鬱嘅狀態，所以佢認為丈夫好有可能係自殺噶。呢個時候，醫生發現 Dwight 喺住院期間嘅砷含量竟然比入院之前仲要高，講明投毒者一定係 Dwight 身邊嘅人。於是警方即刻封鎖咗 Dwight 嘅病房，除咗醫生同埋護士之外，其他人都唔可以進入病房。果然不出所料，封鎖病房之後 Dwight 嘅病情逐漸穩定，砷含量亦都冇再上升。Dwight 喺病床上接受警方問話嘅時候，
佢否認自己服毒自殺，並同佢哋提到 Blanche 之前曾經要求佢買一啲含有新嘅瑪雅藥，同埋 Raymond 患怪病死亡嘅事。聽到呢度之後，警方基本上已經可以確定 Blanche 就係投毒嘅人。於是警方即刻翻閱咗 Raymond 嘅醫療記錄，毒理檢測報告顯示佢嘅體內亦都有大量嘅新毒。可惜當年報告出爐嘅時候，因為交接嘅過程出現咗甩漏，所以當時並冇人睇過呢份報告，而白白被兇手逃出咗法網。1989年6月，喺得到咗法庭嘅批准之後，警方挖出咗 Raymond 嘅遺體開棺驗屍。驗屍報告顯示 Raymond 肝臟組織嘅砷濃度比正常數值高出咗30倍，而腦組織嘅砷濃度亦都比正常數值高出咗67倍，講明 Raymond 係死於砷中毒而唔係 GBS。跟住法醫又檢驗咗 Blanche 第一任丈夫 James 嘅遺體，結果顯示佢體內嘅砷含量亦都比正常數值高出咗60倍。1989年7月18號 Blanche 就被警方逮捕咗。Blanche 被捕嘅消息被報道出嚟之後，大家都唔敢相信呢個平時睇起嚟和藹可親嘅女人，竟然係一個惡毒嘅黑寡婦。之後警方開始調查所有同 Blanche 接觸之後就離奇死亡嘅人，並整理出咗一份長達30人嘅名單，入邊包括咗 Blanche 嘅爸爸 Parker 同埋前奶奶 Isla。法醫檢驗咗 Parker 同埋 Isla 嘅遺體，發現佢哋嘅體內都有過量嘅砷，雖然劑量唔致命，但係砷中毒亦都喺某程度上加重咗佢哋本身嘅病情，導致佢哋因病過身。當 Blanche 喺拘留所候審嘅時候，警方收到咗一封自白信，寫信嘅人叫做 Gavin。佢喺信入邊表示自己已經暗戀咗 Blanche 好多年，並承認佢就係向 James、Raymond 同埋 Dwight 投毒嘅人，因為 Blanche 係屬於佢一個人噶。不過當警方揾到 Gavin 嘅時候，佢已經過咗身。事實上呢封信係喺 Gavin 過身之後先至寄出去噶。據稱Gavin 曾經將情書寄到拘留所度俾 Blanche， 並希望可以得到佢嘅回信。於是警方揾嚟咗筆跡專家進行鑑定，證實寫呢封信嘅人並唔係 Gavin， 而係 Blanche。佢嘗試用呢個方法嚟到幫自己脫罪。1990年10月21號，針對 Raymond 死亡嘅案件正式開審。Blanche 喺庭上否認咗控罪，並冷靜咁表示自己從來都冇喺病房度餵過 Raymond 食飯，佢唔知道瑪雅藥嘅事，更加冇殺害 Raymond。不過佢嘅證詞好快就被控方嘅證人推翻咗。醫院嘅護士都可以證明 Blanche 每日都風雨不改咁帶住自己嘅愛心飯盒嚟到醫院俾 Raymond 食，而雜貨鋪嘅老闆亦都證實 Blanche 曾經嚟到鋪頭買過含砷嘅瑪雅藥。陪審團喺經過咗6個鐘頭嘅討論之後做出咗裁決，最終 Blanche 被控一級謀殺罪名成立，判處死刑。由於 Blanche 已經被判死刑，所以檢控官決定唔再追究 Blanche 謀殺其他人嘅案件，以避免浪費公帑。判刑之後 Dwight 向 Blanche 提出咗離婚申請，之後佢喺 Virginia 再婚，並於2013年自然離世。入獄之後 Blanche 依然喺度同病魔抗爭。目前已經92歲嘅佢，已經成為咗北卡年紀最大嘅女死囚。直到而家，佢依然堅稱自己係無辜㗎。